生命藏着一個核心秘密，其最大價值在於情緒穩定，而情緒穩定的本質是無懼與無悔。無懼是對即將發生的任何事都能坦然接納。正如莊子在《人間世》中所說，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得之至也。生活中諸多事，恰似四季更迭，晝夜交替，非人力所能強行改變。我們應允許一切發生，來什麼便經歷什麼，遇到問題就解決什麼。實在跨不過去，便學習莊子筆下乘物以遊心的灑脫，坦然放下。風有風向，事有終局，強求不得時，順應便是最從容的選擇。無悔，則是對已然發生的所有事，以及自己曾經做出的任何決定，都予以全然接納，不追悔當初，不怨天尤人。恰如莊子在大宗師中所講，與其欲遙而非解也，不如兩忘而化其道。過往的對錯得失，不過是人生旅途的風景，若總是深陷當初若不然的執念，反而會成為心靈的桎梏。放下對過往的評判，讓心靈從懊悔中解脫，這便是無悔的真諦。很多時候，情緒猶如脫韁野馬，掌控着我們的人生。然而，生活並非按部就班的劇本。莊子早在秋水中就已看透，萬物皆流，無物常駐。天地間唯一永恆不變的，正是變化本身。社會心理學家費斯汀格的理論也印證了這點。人生10%是已然發生的事，而90%則取決於我們對這些事的反應。有智慧的人從不會任由情緒擺布，因為他們深谙莊子物物而不誤於物的智慧，掌控自己對事物的反應，而非被情緒駕馭。這便是破局的關鍵。我們無法預知未來，更難以掌控外界環境。與其在恐懼中自我消耗，不如學習莊子乘物以遊心，托不得已以養中，在變化中堅守本心，勇敢擁抱未知。倘若情緒難以控制，不妨嘗試以下4點。衝動之時，先深呼吸60秒，讓躁動的心恢復平靜，多去設想最壞的結果。你會發覺，大多數擔憂不過是虛驚一場。不要總是困在狹小空間裡，出去走走，眼界開闊了，煩惱自然如塵埃落定。閱讀好書，結交良友，讓心靈在正向能量中緩緩舒展。莊子說，人生天地之間，若白駒之過隙，忽然而已。紅塵中的起起落落，恰似浮雲聚散，美麗容顏終會老去。生命本就受制於無常規律，愛恨離合，名利得失，皆為身外之物。就如《知北遊》中所言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，40有民法而不議，萬物有成理而不說。該開花時開花，該結果時結果。因果自有其序，該來的無需躲避，該走的不必挽留。不讓昨天的遺憾奪走當下的溫暖。得到的要珍惜緣分，未得到的要學會釋然。人活一世，活的本就是心態。莊子在《田子方》中寫道，心無旁騖，物我兩忘。你眼中的世界，實則是內心的映照。你若在，世界便在；你若安，世界便安。我們不過是茫茫宇宙中的一粒塵埃，時間長河裡的一滴水。所有的執念，終將隨着生命落幕而消散。人這一生，終究是天地間的匆匆過客，執着便是枷鎖。正如莊子所言，智人無己，神人無功，聖人無名。放下對我的執念，對功的強求，對名的追逐，方能在心中重尋自在。人生的意義，從不是必須完美，而是如莊子所說，通天下一氣耳，全然感受，全然經歷，全然體驗。昨天沒做好，沒關係，今天進步緩慢，也無妨。至於明天，且待朝陽升起再說。晝夜交替中，總有歡喜，活得鬆弛一些，上天賜予的就欣然享受，
被拿走的就坦然接納。倘若上天無暇顧及我們，那就自己活得精彩熱鬧。安於當下，淡定從容，無懼無悔，便是最好的人生狀態。讀到此處，不妨為自己鼓掌。修心是一切的根源，心的境界便是生活應有的模樣。人這一生，唯有像莊子在《天道》中所言：知天樂者，其生也天行，其死也物化。靜而與陰同德，動而與陽同波。無天災，無人非，無物類，無鬼則。那般通透，心靈才得以清淨。想開了，才能從容面對世事的無常。人生苦短，健康快樂本就是活着的意義。真正覺醒的人究竟有多通透？他們再無糾結於心，唯有平靜與喜悅。面對外界波瀾變幻而不驚，只因他們懂得莊子木與木相磨則燃，金與火相守則流，陰陽錯行則天地大害。於是乎，有雷有霆，水中有火，乃焚大懷的智慧。無需刻意分解，只用心去感受，便能直抵事物本質。這樣的人早將命運握在自己手中，無人能預知其軌跡。覺醒後會呈現3個顯著變化：從內心深處遇見一個全新的自己，與過去判若兩人。就像莊子在《刻意》中說的：能體純素，謂之真人。當一條適合的道路在腳下展開，你會突然發現眼睛依舊是那雙眼睛，但看待世界的心境卻全然不同。你會對自己產生一絲陌生，卻了然於心。蛻變早已發生，過往的衝突與緊張逐漸消散，不再執着於評價自己或他人，心靈的負擔如塵埃落地。這正如莊子《人間世》所言：虛室生白，吉祥直指。清空了內心的執念與雜念，讓心靈如空寂的房間般澄澈，智慧與安寧自會降臨，仿佛有股力量為你向上托舉，再無墜落般的拖拽，滋生更多自發的思考與行動，不再被過去的恐懼所驅使，反而與人和自然建立起深切的連接。如莊子獨與天地精神往來，而不翱縍於萬物，你開始擁有局外人的清醒。世間紛擾依舊，你卻已站在更高處，表面一切如往，內裡卻游刃有餘。最終在覺醒的維度上，和世界重新溫柔相擁。從此刻起，不妨靜下心來讀一讀莊子，從中尋得一份安身立命的力量。希望這些話能讓你在低谷中多一份從容和堅定，在無常世事中活出自己滿意的人生。好，今天的內容就分享到這裡，點讚關注逸軒，我們下期見。